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这个五一，内娱最大的瓜事，编剧史航被控性骚扰，没有之一。内娱从此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场 Me Too 运动。这场来自数位女性的集体指控，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后续影响力，都超出了圈妹的想象力。围观好几天，也终于等到了双方几回合的回应。现在是时候跟大家分享探讨这个大事件。看完这个故事，无论是什么想法，希望能看到大家的观点碰撞和交流互动。我在评论区等你们。故事太长，出来指控史航性骚扰的女性数量太多，就不一一给大家复制粘贴全部信息了，尽量简单扼要给大家复盘一下人物和剧情。事情是这样的，被控性骚扰的编剧史航，微博 ID 鹦鹉史航。喜欢玩微博的吃瓜群众应该不少对他都有印象，人设是编剧、文化人、影评人。不管才华和实际如何，史航在内娱确实算得上知名人士。多年前曾经参与编剧《铁齿铜牙纪晓岚》1和3，周迅版《射雕英雄》、《大漠豪情》，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等等。不过编剧对他来说是前职业了，这些年他早就改换了跑道，最出圈的是上综艺节目、谈话节目、影视评论、卖书以及微博挂网友，几次大战成功骂出圈，连郭敬明都曾受宠若惊的转发，感谢史航对他的作品从骂到认可。客观说，他现在在圈里看起来知名度和咖位确实可以，并且看起来成功打入了明星圈子，和一众知名艺人经常有公开互动，上过马东的奇葩说、窦文涛的圆桌派、黄磊的向往的生活等等。在 CCTV6 主持过鹦鹉话外音，在综艺导演请指教我就是演员里对演员演技指点江山，甚至还亲自下场飙戏，客串过不少电影电视剧。怎么说呢？说是明星，他肯定不是。对普通粉丝来说，是史航身上没有任何足以吸引人的光环，但对业内和从事文艺相关职业的职场人来说，拥有这些履历的史航身上光环还是相当闪耀的。特别是和他有工作对接的人，对他更是有一份名人滤镜和配合迁就。站出来指控他的女性都是文艺和新闻相关从业者，对他的指控也意外激烈而漫长，有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感觉。短短几天，从单个匿名指控迅速演变成一场庞大的集体指控。4月26号，豆瓣有 bot 账号发布投稿称，怎么还没有人出来吹 SH？ 我身边有2个女性都曾被他动手动脚骚扰过，据描述画面巨恶心。27号继续有人投稿，这次改为实名指控2个文化圈名人耍流氓，其中一个就是史航。28号开始，第一个指控史航性骚扰的女性现身，她称自己是影视圈业内人士，史航曾是她的文学偶像。2019年，她以粉丝身份和史航第一次见面，却被对方不断舔耳朵摸头发，她言辞拒绝，史航却变本加厉的揩油。小黄的爆料引起了连锁反应，很快又有2人出现控诉史航曾性侵他们。网友 QY 称自己因为工作关系见过史航3次，每次都被对方性骚扰。2016年，他在采访史航后被其偷拍照片，随即是长期语言猥亵。2017年，他在工作时偶然碰到史航，被他舔耳朵摸屁股。2018年，史航又借着工作的便利对他口出污言秽语。网友 XB 称自己在去年3月份以粉丝身份跟史航吃了一顿饭，结果被他上下其手占便宜，碰胳膊、偷搂腰、舔耳朵，还几次3番想要牵手。以上的指控很快形成了滚雪球效应，短短2天时间内，竟陆续有6位女性站了出来，爆料史航的性骚扰黑历史。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史航频繁挑粉丝下手，尤其青睐年轻的学生。他特别喜欢舔受害人的耳朵或者摸他们的头发，甚至有人曾被他带到阴暗角落强行撕扯衣服，受害人的心理阴影至今仍未消除。这些指控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关注，而史航不回应的态度似乎代表着默认。
舆论很快发酵蔓延，开始还是史航疑似性侵多人，到后来史航骚扰咸猪手在各大社交媒体几乎成了定论。出版业首先对愈发严重的舆情做出了反应。4月30日，摩铁图书发表声明，将会删去史航写的黄思琪的初恋乐园推荐语。5月1日，新周刊宣布停止与史航的一切合作。接下来，各大媒体也开始出动了，声称警方应介入事件的调查。眼看丑闻越闹越大，史航终于坐不住了，在5月1日发文否认了性侵指控。根据史航的说法，他是出于保护当事女性隐私的心理，想找一个妥善的方式澄清谣言，这才迟迟没有给出回应。这番说辞彻底激怒了爆料的女性们，其中有5位当事人立即通过新闻媒体发表联合声明，并向记者提供了部分证据。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消费单据、微信聊天截图等证据，史航确实经常约粉丝吃饭，也对他们说过不少暧昧的话语，但动手动脚揩油甚至性侵的证据现在还没有见到。截止5月2日，已有共计12名女性通过网络渠道指控史航性侵，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报警，指控仅限于在社交平台上撰写小作文。针对这种情形，网友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凡事都要讲究证据，性侵这种严重指控不能简单的凭女性写小作文定罪，否则就会复制朱军的冤案。还有一派觉得，根据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性骚扰行为很难被量化定罪，社会舆论不应该对女性维权过于严苛。不过，无论持哪派观点的网友都认为法律渠道才是事件最佳解决方式，报警或者法院诉讼比写小作文打嘴仗有用多了。从这个角度看，双方当事人都非常可疑。爆料的女性们在网上费了那么多口舌，都不愿意向警方寻求帮助。相应的，史航面对如今声名扫地的局面，也迟迟不愿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名誉。至于史航那边回应了吗？他是这么回应的：一开始沉默3天，一反他从前只要被网友稍微反驳就挂人对骂的激烈作风，并拉黑删除了一个来采访的记者。3天后发微博称理解控诉他的女性的情绪，但情况不属实。但5名女性发表了受害者联合声明，表示不认同史航的回应，要求他道歉，并表示自己能提供史航有骚扰行为的证据。不过2号，史航又发了一篇带着很多聊天记录的微博回应，说不存在性骚扰，把几位指控他的女性描述成和他有不同程度交往的对象，还说其中有稳定关系的前任，还说这件事里没有加害者和受害者，自己会在还原真相的同时尽量保护这些污蔑他性骚扰的女性们。言语之间大度又善良，也是他随文附带的几个聊天记录，让这件性骚扰指控事件在某些人眼里有了反转。这些对话文字乍眼一看，似乎女性的回应都并不强硬激烈，有些甚至还非常缓和气氛，一眼看起来像是自愿互动调情一般。哪怕聊天记录里其实女性有表示你把天聊死了，被你亲的耳朵在生气，别这么对待正经的姑娘，也拦不住在很多人眼中这像一场半推半就。很显然，史航这次回应是想把事件性质引到风流韵事层面，也许在他心中，风流总比骚扰值得原谅，毕竟风流跟道德有关，但骚扰可是要进去踩缝纫机的。不过他大概要失望了，对于这到底是姑娘们因为自己的工作或者崇拜之心自愿对史航投怀送抱，还是一场不对等的关系，出于崇拜、害怕、向往，以及为了完成工作不得不配合和应酬等原因，妥协顺从了他的出格举动，很多人观点不一。实话说，现在还在关注这件事和看这个视频的人，可能谁也说服不了谁。圈妹个人而言，有这么几个小想法想分享下。首先，大家可以去微博看看这位叫小莫的姑娘在微博里的自述，在她发出的小作文里，一句一字有血有泪，震撼了所有人。小莫被侵犯的过程油腻且恶心，那个时候小莫还是刚毕业出来社会的人，心中怀揣着对电影的热爱，对于在业内有名气的史航心里充满着尊敬，
表面上他是一个受人爱戴的文人，家里摆着的是遍地的书和有爱的猫，然而史航却在大庭广众下对他进行骚扰。史航跟着小莫回家，在楼下继续侵犯，包括和其他受害女孩一样有熟悉的咬耳朵行为。最后小莫回到家被恶心到买了妇炎洁从头教到尾。小莫他要站出来，把憋了30多年的事情全都说出来，不能让史航欺骗所有人，要和其余受害的姐妹一起发声。文字很坦白，很残忍，把自己受创的过往经历重新拿出来掰碎了展示给大家。虽然是迟来的勇敢和勇气，但依然具有无比巨大的力量。看完让人心里很难过。很多被史航定义为不同程度交往对象的女性，在事件发生后都患上了情绪病，并且这事件折磨她们至今。但到了史航嘴里，却成了一场场你情我愿的风流韵事，被恶意污名化。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定义这场看起来好像过程里没有翻脸，对话都看似和谐，但最终当事女生们都受不了精神折磨，陆续站出来指控史航的性骚扰事件。支持女性的很多，但质疑他们的同样不少。有人态度戏谑，有人深信一个巴掌拍不响，看起来挺客观，又有一种别人的苦难皆可娱乐的残酷。那史航的同圈名人同事们的节目谈话能不能信呢？同学说史航是班里的败类，编剧汪海林爆料史航3天就把班里女生手相都看完了，还内涵说当年带动手，现在只能动嘴了。史航的编剧好友蓝小龙也说，曾经给史航搞了个智障加色鬼的角色，喜欢摸姑娘屁股，特别像他。史航本来特别高兴，但最后没敢演。这些来自自己人的爆料，或许更能说明些什么，对吧？同时，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自己人在公开场合用开玩笑方式爆料出来的内容，其实还展现出了更多也更严重的问题。他们能说出来，并且当笑话说出来，甚至是当成给对方人设添砖加瓦的方式表达出来，表明他们原本就没把这种行为当成不应该，甚至以为这是文人的优点似的，大拉拉拿出来夸，一整个圈子都觉得这不是事儿，本身就是最大的事儿。事情发展到这里，经过反转又反转，鼓楼西剧场在傍晚已经停止了对史航的合作了。史航还是股东之一，傅首尔也为小莫发声。做女生太不容易了，很多时候骚扰来自于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受过迫害的女性当年都会碍于她们的身份而选择容忍。正如小莫字字泣血中说的，时代不同了，如果受到迫害，请你一定要把证据都留存下来，终有一天能化作一把精准的枪，击碎他们的未来。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